好，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来回顾的是川普现在执政1周年，他在这一天呢特别回顾了他的政绩。不过现在民调却是完全不买单。赶快来看到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来特别帮您做解答的。第一个，川普高调回顾他的政绩，自夸说在关税啊、经济、军事上面亮眼，但是呢，看起来民调不买单。美国人认为呢，他这1年过得并不好，尤其在经济上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第二件事情，我们今天也会特别来关心到的是，为了格陵兰，川普祭出了在军事跟关税上面的一些双重压力。首先，他在 AI 生成图上面插了美国国旗，之后又在北约这边来裁减这些军力跟人员。并且对进口的商品，针对这一些欧洲国家来课征高关税，这一场北极的角力，格陵兰真的势在必得吗？在川普的手中，那么欧洲会不会坐视不管呢？接下来还会关心到的是，川普拿下格陵兰也寄出了2种方案，一种是类似于当时香港的99年的租约，另外一种叫做 COFA， 也就是华府提供经济援助来换取不管是在国防或者是军事基地上面的使用权。到底美国最后会选哪一种呢？北极的地缘政治会因此翻盘吗？今天就这些议题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川普上任1周年，我们赶快，他特别强调呢，召开了记者会，说自己做的实在太好了，涵盖在关税啊、经济成长、边境管制啊，还有他说他抑制了通膨，跟签署了多项的贸易协议，并且呢，在财经面他还说自己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还让台积电、辉达等企业加码投资美国。在军事上，他也非常的得意。他说呢，美军逮捕了马杜洛，并且对伊朗核设施采取行动，都是他的重要政绩。但是我们赶快来看到最新来自于美国的民调表示，58%都对川普相当的不满意，并且有44%的民众认为川普的政策让他们财务恶化，只有18%认为他们财务已经获得了改善。节目一开始，请问岳老师怎么看川普的上任的周年？他认为自己关税表现实在太好了，但是跟美国民众完全感受有巨大落差，怎么回事？岳老师，今天呢，就是美国的1月20号，川普干了整整1年啊，他只会吹牛啊，啥都不会。那他一讲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谈到关税？因为川普在经济问题上啥也没做，就是说动不动乱加关税。川普还自己强调自己是 Tariff King 啊，他觉得说他什么都不会，他就是会这个啊。但是呢，我这边告诉大家哈，因为原来的话，川普上台的时候是大概有58%的支持，现在刚好倒过来了。对啊，现在倒过来，大家都非常失望。我就跟大家讲3个概念来作为川普这1年来的总结哈。首先一开始出现呢叫 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啊，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呢，搞到一半的时候呢，变成 taco， 就是说 Trump always check it out 啊，就是说他就是发夹弯了，叫急转弯。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啊，就是 Make China Not American Great Again， 叫做 MAGNAGA 啊 ，MAGNAGA 就像麦当劳一样啊。为什么呢？大家只要一听到这3个名词，就是川普这1年干的事情。啊，一开始的时候非常得意啊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 讲了个半天，对不对？后来呢，做任何事情都是 chicken out 啊，就是说是啊 taco 不行。那现在他做的这些事情，我跟你讲啊，大陆啥也不用做。因为刚刚在讨论的时候讲到什么红旗9啦，管到红旗10都无所谓啊，对不对？那美国自己会自爆的，你知道吗？啊，因为大家不要忘掉，他只要干4年，他只干了1年，就成了这个叫做 MAGNAGA 啊。那这个中国，那俄国都还没动手啊，对不对？大家真的爽得要命啊！这就是川普1年的成绩。好，川普在这个他的就任1周年上面提到了经济跟军事上面，他认为他做得非常的好。那尤其在刚刚讲的是经济嘛，军事面上面，他说他拿下委内瑞拉。不过大家看说，今年下一个川普的重要目标恐怕就是格陵兰了。所以呢，其实，在军事面，我们来看到他现在针对了欧洲国家，也给了双重的压力，不管是军事或者是在关税上面的双重压力。军事，我们先来看画面上这张导播 take 的图哦。川普在行前已经预告他要去参加这个达沃斯大戏，并且呢，在这一场达沃斯上面呢，他已经排定了非常多场的会议，都会来讨论格陵兰相关的问题。他也认为说会进展得很顺利。那这张是川普自己上传的一张 AI 生成图，他说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他自己拿着美国国旗，把它插在格陵兰的领土上，并且写下一句话，他说格陵兰从2026开始就会成为美国的领土。最糗的是最新消息，其实在这几天，川
川普本来是要飞到达沃斯论坛的路上，但是空军1号最新消息在空中出现了发电问题，现在只能返航哦，被外界笑说你出师不利呀。那川普还公开这个马克宏传给他的讯息，马克宏是这样写给他的，搞不懂你到底在格陵兰搞什么？这个挑衅意味也非常的浓厚。另外，我们来看到川普针对北约也有所整顿哦。最新消息，美国国防部计划削减北约人员达到200位职缺，包括了北约情报融合中心啊，还有盟军特种作战部队司令部以及海上打击暨援助部队等等。再来就是经济面上面，他对盟友寄出的关税大旗，都是为了要成功买下格陵兰。从6月1号开始，他会把这个关税从10%增加成25%，针对的国家包括了丹麦、挪威、瑞典等国。川普现在拿下这个格陵兰是势在必行了吗？委员怎么看？对啊，川普我一直认为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哦。那么有川普在，就如同刚才苑老师讲的，那么美国最终就必将自爆了。我不止一次提过，我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啊，你从外部要去瓦解它，100年都未必做得到。但是川普在短短的1-2年内啊，就已经交出这么惊人的成绩单了，实在是很令人佩服啊。但是问题是，川普现在所在采取的操作模式，我一直觉得川普了啊，就是说，当然他不管棋艺好不好，他现在就是拿全世界的地图在下他自己的大棋啊。他是有盘算的哦，他是有他自己的步骤的，只是说他的盘算跟步骤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哦，甚至会让美国付出很惨痛的代价哦。比如说我刚才提到他的盘算跟步骤，显然的就是他现在正在巩固他家的后院，他现在正在全面掌握地球上的这个相关的资源，特别是石油，他最爱的就是石油了。然后接下来他在地缘政治上掌握了一些重要的关键位置。那么这是现在川普自己在做的事情了。但是同样的，当川普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在下这盘棋哦，显然也不是一个棋艺高超的棋手，是因为他自己把美国在过去这100年来在全世界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整个都推翻掉了。这也是一件真的很不容易的成就哦。各位知道，美国长期以来花了100年的时间，在全世界所打造的所谓的普世价值，然后他建立了一个世界秩序的架构。几乎所有的地球上的人都是以美国的这个自由世界，都是以美国的这样的这个游戏规则，或者是以这样的一个架构来生活的。可是美国现在自己把它推翻掉了哦，他做了几件非常蠢的事情啊。当然，第一件蠢的事情就是他把他最重要的2个盟邦加拿大跟墨西哥给狠狠的得罪了哦。而且呢，这种得罪恐怕就是一去不回头的，因为他得罪的不是政治人物，他得罪的是人民。墨西哥人民跟加拿大人民过去对美国的那种情感，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存在了。然后接下来你看到他伸手在格陵兰的时候，那么他也许觉得格陵兰有战略位置，格陵兰有这个相关的资源，更重要的是，美国很多总统都想拿格陵兰，都没拿下来，所以呢，他想成为他像汉武帝一样的这种开疆辟土的功绩啊。可是他没有想到说，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把他整个欧洲的盟邦通通得罪了。各位知道，美国跟欧洲的北约盟国本来是坚若磐石的伙伴关系哦。你说任何外部力量要去瓦解这种关系，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可是川普自己就把它做成了哦，就是说还不需要任何人做，我们就在旁边吃瓜子，然后喝茶看戏，然后美国忽然之间就跟欧洲2个人不对盘了哦。那么你说美国现在要拿下格陵兰，我们看到说99年的租约或者用 COFA 的方式行不行？我不认为川普会接受这2个案子，因为这2个案子都不代表他可以插那个旗子，他一定要占领，他一定要拿下来，这才是重点。他把话说得太满了，所以今天川普在格陵兰的这一盘棋上哦，他能不能够如愿哦，是值得我们做后续观察的。因为格陵兰现在就像是一面照妖镜哦，他照了什么？他把北约的真面目照出来了，他把北约过去的谎言、国王的心意全部都脱掉了。然后呢，接下来就看你北约怎么处理格陵兰吧。如果今天在格陵兰民众都没有同意的情况之下，北约敢把格陵兰给卖了，欧洲这些国家敢干这种事情吗？那完了，这个完了，包含的是这些政治领袖都不要再选了。我说过，民主国家最关键的就是选举，选举最关键的就是选民。所以美国狠狠的伤了加拿大跟墨西哥选民的心，接下来他如果再狠狠的痛击了欧洲这些选民，长久以来哦都是相信美国队长，相信公平正义、自由民主这种原则，忽然之间发现这全部都没有了，那你接下来
一次又一次的选举所选出来的欧洲的政治人物，特别是现在这种极右派的政党准备一个一个掌权的时候，你认为他们还会相信美国吗？所以其实，格陵兰能不能拿得下来哦？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观察。但是毕竟在格陵兰的这一战里头哦，要谢谢川普，因为呢，他把美国跟北约几十年来的同盟关系一夕之间毁于殆尽了。瓦解，对，确实哦。卢委员刚刚也帮我们特别看到，在2026年，川普他说他势在必行要拿下格陵兰，但是目前看起来，刚刚特别提到了2个方法嘛。委员帮我们特别提到了99年租约，其实是类似当时的清朝把香港租借给英国的模式。那另外一个扣法的这个租约，其实就叫做自由联合协定，它的意思就是说由华府提供经济援助，换取国防跟军事基地的使用权。干哥又怎么想？美国可能会采取哪一个？问题是都不会。丹麦跟科法这些国家都不是一样的情况嘛。好，我们特别来讲，原先的科法是在什么时候？那是在1950年代以后发生的。有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还有帛琉啊，像这几个地方，这几个地方以前都是太平洋中的岛屿。好，那是什么的岛屿？就是美军跟日军两边争个你死我活，打得死去活来的几个岛屿就对了。那美国认为说，哦，这些岛屿太重要了。这个2次大战赢了以后，我跟你们这些，因为这个就是民族意识抬头嘛，那这些原住民他们也要独立了。马绍尔他就独立了嘛，密克罗尼西亚也一样，帛琉现在更是我们的邦交国嘛，台湾的邦交国。所以说他们都独立之后呢，美国说啊，来，我给你们经济援助哈，还有观光的那个资源。然后呢，你就把基地，把你们那个岛上唯一的那个空军基地啊，就借给我，好不好？借给我美国，那我们就长期经济援助你。那个这叫扣法，这叫自由联合协定，好不好？可是格陵兰不是这种地方啊，格陵兰它200年前就已经是丹麦的领土，那是丹麦的祖先叫做维京人，早就已经站上去了，好不好？他们几百年前就上去了。所以它事实上插了一面丹麦国旗在那上面，它是属于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这个国家还是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方的重要成员国。北方有几个重要成员国？我告诉你，北方4小国，一个叫做挪威，一个叫丹麦，一个叫荷兰，另外一个叫做冰岛啊。所以这几个国家都是北约重要的成员国。你现在就是踩在北约成员国以前帮你守住俄罗斯这个雄式轰炸机飞过来的那个北海上面，会派你支援他的 F-16战斗机，现在不用了，我自己美国人，我老大自己来，因为土地也是我的。你这样像话吗？难怪马克宏要说你现在到底在讲什么？川普，你讲的话我根本听不懂啊。好，另外一个方案是什么？99年是中国人的耻辱，租借香港。租借香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经过2次条约，一次南京条约，一次北京条约，从1839年搞到1898年，英国分次逐步占领了香港本岛、九龙城寨，还有哪里？还有新界，所以一直到了1997年香港回归，租满99年的时候，那是中国人最感慨的时候。那但是问题是，他的宗主国叫做清帝国，对不对？对。那你现在回过头来就是讲说，那你至少要找清帝国谈嘛，也就是说，美国你要租借99年的格陵兰的话，你要找他的宗主国丹麦，就跟丹麦谈嘛。然后丹麦说，等一下，我们那57000人哈，恐怕都还要搞独立了，我要先问问看他们愿不愿意，他们愿不愿意成为美国的属地，对不对？那问题是丹麦自己本身，他也不可能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卖主产，没有人在卖主产的，对不对？所以格陵兰这个土地不可能由丹麦的手中送出去。如果像刚刚委员讲的啊，大千说，如果真的那个格陵兰要是真的成为美国的一部分的话，那北约不是就会瓦解吗？北约真的会瓦解。所以我认为，不管99年租约或者是扣法这样子的方式都不实际。你最好最实际的方式就是说。你扩大于对于那个格陵兰跟北约的援助，你印象好一点。我觉得要真正实际拥有格陵兰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改变格陵兰人的生活的话，我想他们都会蛮同意，也会蛮乐意见到的。不过主权
是不能够偏废的。对，而且其实我看这个局哦，就是说，除非今天川普真的采取军事行动，对，否则呢，你说他在达沃斯论坛，他去加多少税，没有用的。你加法国的税，法国能够帮丹麦决定把格陵兰送出去吗？这到底是哪个门子的逻辑嘛？如果他同意了，法国还要混吗？所以这些国家就算硬扛着关税，他都不会同意的，因为他也没这个权利去把格陵兰送出去啊。我再补充一点呢，就是说是那个把格陵兰人搞成美国公民啊，美国的社会制度跟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是根本不能比的啊。美国就是基本上是斩杀线，格陵兰人的话，为了自己的未来也不可能接受变成美国的一州或什么的啊，所以说这个马格纳嘎是真的是一个结果了，自己都乱搞了。好，谢谢苑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